一、关于米乌夫，你要先知道几件事。在日本怪谈文学的传统中，与四谷怪谈、牡丹灯笼并列为日本三大怪谈的作品是米乌夫。这个故事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江户时代初期，其基本情节大致如下：一位名叫阿菊的女佣人，在士官的家里不慎打破了一枚主人珍藏的传家之碟，那是一组失梅的昂贵盘子中的一枚，或是在某些版本中，它是被诬陷遗失了一枚盘子。主人盛怒之下，将阿菊杀害，并将她的遗体投入井中。亦有版本指阿菊是被主人设计侮辱，拒绝服从后遭杀害。无论具体情节为何，故事的结局总是相同的。阿菊死后化为怨灵，日复一日的从井底爬出，一边数着盘子，一边发出哀痛的哭声，一枚、两枚、三枚。当他数到第9枚时，便会发出凄厉的尖叫与哭泣，因为他永远无法数到第10枚，那枚使他丧命的盘子。米乌夫在日本各地存在多个版本与发生地，其中最著名的2处分别是兵库县姬路市的姬路城米乌夫，以及东京都江东区的番町米乌夫。前者与姬路城内的阿菊井相关，后者则与江户时代的齐本宅邸遗址相连。时至今日，姬路城内的阿菊井仍被保留为观光景点，井口被封闭，据说靠近时仍能听见井底传来的数数之声。我以前不相信这些，直到2017年的秋天，我亲身体验了那件事。那个秋天，我决定进行一次采访。我叫林思远，是一名来自台湾的自由撰稿人，常年居住于日本，专门撰写与日本历史、民俗相关的文章。2017年秋天，我受一家旅游杂志委托，前往姬路市进行深度采访，主题是姬路城与其周边的传说与怪谈。姬路城被誉为日本最美的名城，白色的外墙如同展翅的白鹭，因而又有白鹭城之称。它的建筑结构与历史价值使其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。然而，在这座美丽的城堡中，也隐藏着一些黑暗的故事，其中最著名者便是阿菊井。我抵达姬路市的当天，天气晴朗，秋高气爽。我先完成了白天预定的采访工作，拍摄天守阁，访问导游，记录建筑细节，然后在下午3点左右来到姬路城内的阿菊井遗址。阿菊井位于城内的一处角落，周围被低矮的围栏圈起，井口被封闭，上方覆盖着铁网与木板。井旁立着一块解说牌，以日文与英文简述了阿菊的故事。解说牌上写着，传说在江户时代，姬路城中有一位名叫阿菊的女佣人，她被诬陷遗失了一枚重要的盘子，遭受酷刑后被投入井中。此后，井中便开始传出数盘子的声音。姬路城的管理单位提醒游客，请勿靠近井口，亦请勿模仿传说中的行为。我在解说牌前伫立良久，记录下故事的细节，拍摄了几张照片，并在笔记本中画下井的周边地形。然后我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我走向井口，虽然被围栏挡住，我无法真正靠近，但我对着那口井以日语轻声说了一句话：阿菊小姐，请原谅我的冒昧，如果您真的存在，请让我听一次您的数数。没有回应，只有秋风穿过城墙的缝隙，发出低沉的呼啸。我转身离开，带着一种自以为是学术客观的心态，返回位于姬路市区的旅馆。我并不知道，从那一刻起，阿菊已经听见了我的请求。第一个夜晚。当天夜里，我住在姬路车站附近的一间商务旅馆，房间在6楼，窗外可以远远望见姬路城在夜色中的白色轮廓。它被灯光打亮，如同一座漂浮在黑暗中的幽灵之城。我整理完白天的采访笔记，大约在午夜12点左右关灯入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。一枚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低沉空洞，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。它并不响亮，却异常清晰，仿佛那个声音是直接在我的脑海中响起的。我猛然睁开眼睛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窗帘紧闭。我侧耳倾听，只有空调的低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车辆声。我以为只是梦。
两枚那个声音再次出现。这一次，我清楚地感觉到它来自窗外。不对，不是窗外，是来自窗外的方向，但更远更深，像是一个人在远处的井底朝着井口向上呼喊。我起身拉开窗帘，窗外是基路市的夜景，高楼与街道在路灯的照耀下闪烁着温暖的光。基路城安静地矗立在远方，没有异常。三枚这次更近了，近到庞福就在这栋旅馆的地基下方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我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幻听，因为白天过度专注于那个传说，导致大脑在睡眠中产生了听觉上的错误重播。四枚，我想起一个细节，在敏乌夫的传说中，阿菊并不是只数一次，他会每天晚上重复同样的数数，从1到9，然后尖叫哭泣，然后归零，再次从头开始。据说有些人曾在基路城附近听见这声音，而听见的人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接连遭遇不幸。5枚，我打开房间的灯，灯光亮起的瞬间，声音消失了，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一切正常，门锁完好，窗户紧闭。我在灯光下坐了整整1个小时，确认声音没有再次出现后，才重新关灯躺下。这一次我没有再听见任何声音，但我几乎没有入睡，我只是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，直到窗帘的缝隙间透入第一缕晨光。4. 照片中的第9枚。第二天，我继续在基路城周边进行采访，白天没有任何异常，阳光明媚，游客如织，阿菊井旁挤满了拍照留念的观光客。我甚至站在井边录制了一段口述笔记，详细介绍传说的来龙去脉。当天傍晚，我返回旅馆，开始整理照片。我在相机中翻阅着白天拍摄的影像，天守阁的远景，城墙的细节，英文桥，贝切湾广场，一切正常，直到我翻到阿菊井的照片。那一天，我一共拍摄了6张阿菊井的照片，第1张到第5张均为正常的井口及周边环境，第6张是最后一张，拍摄于我准备离开之际，是一张从低角度向上拍摄的构图，将井口与后方的基路城天守阁一同纳入画面。在这张照片中，井口出现了异常，井口被封闭的铁网与木板覆盖，理应看不见井内，但在这张照片中，铁网与木板变得模糊而透明，像是有一层雾气覆盖在镜头上，使得下方的遮蔽物庞复消失了。而在那层雾气之下，我看见一张脸，一张女人的脸从井底向上仰望，她的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颊上，皮肤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青白色，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瞳孔却异常的小，几乎只剩下2个黑色的点。她的嘴唇微微张开，像是在说些什么。我颤抖着将照片放大，她的嘴型看起来像是在说9枚。我猛地将相机摔在床上，庞福那是一块烫手的铁。我深呼吸了很长时间，才敢再次拿起它。那张照片仍然存在，那张脸仍然存在。我试图删除它，相机显示删除失败。我再试一次，仍然失败。我格式化整张记忆卡，照片消失了。但当我重新启动相机，检查其他照片时，其他5张阿菊井的照片都还在，唯独那张第6张已经不复存在，或者说它从未被储存过。我的记忆卡中从来就只有5张阿菊井的照片，我清楚记得自己拍摄了6张，但相机告诉我只有5张。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。5. 阿菊的记忆。第3天夜里，我被同一个声音惊醒，但这一次不一样。一枚声音响起时，我发现自己无法动弹。我的意识清醒，我能听见声音，我能看见天花板的纹理，但我的手脚，我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。这是一种典型的睡眠瘫痪状态，在日本有时被称之为金腹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法用睡眠瘫痪来解释。我的视野开始扭曲，旅馆的天花板逐渐变形、褪色、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暗的木质梁柱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与腐朽的气味，还有一丝淡淡的咸香。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
不是旅馆的床上，而是某个古老建筑的泥土地面上。我试图起身，但身体仍然不听使唤，我只能转动眼球，观察四周。我躺在一条长廊的尽头，长廊两侧是纸门，纸门上绘着褪色的山水画。长廊的尽头是一口井，那就是阿居井，但不是我在基路城内见过的那个被围栏封闭的版本，而是一口真正在使用中的古井。石砌的井缘长满青苔，井口敞开，像一只漆黑的眼睛。一个女人跪在井边，她穿着江户时代的下层女性装束，粗布的和服，腰间系着一条褪色的带子。她的头发很长，披散在背后。她没有转头，但我能看见她的侧脸。那是一张年轻的脸，大约20岁左右。她的面容称不上美丽，但有一种温顺的、惹人怜爱的气质。这就是阿菊。我无法出声，我只能看着。她手中捧着一个盘子，白碟，绘着蓝色的花草纹样，是一只制作精致的陶器。她将盘子举到面前，细细端详，然后轻轻放下。她的嘴唇微微颤动，像是在念叨什么。一枚，原来如此，不是她死后才开始数盘子，这是在她生前，在她打破盘子之前，或者在被诬陷之前，她曾在井边清洗盘子，一边洗一边数。但数到第9枚时，她停下来了。她的手颤抖着，盘子从手中滑落，撞击在井沿的石头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她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地上的碎片。她的脸先是变得苍白，然后涌上一层绝望的红月。第10枚没有了，第10枚没有了。她重复着这几句话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高，最后变成了尖叫。然后一切都变了，画面开始剧烈晃动。我看见几个男人的影子围上来，我看见阿菊被拖走，我看见她被按在地上，遭受酷刑，指甲被拔除，头发被扯落。我看见她被装进一个麻袋，被2个人抬着走回那口井。麻袋被抛入井中，溅水声，然后是寂静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几分钟，也许几个小时。在黑暗中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：1枚、2枚、3枚、4枚、5枚、6枚、7枚、8枚、9枚。然后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啊！我在尖叫声中猛然坐起。旅馆的房间，清晨的阳光已经从窗帘缝隙渗入，我的手脚终于能够活动。我浑身湿透，像是从水中被捞起来一样。我看向床头柜上的笔记本，不知何时，也许是在梦中，我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，字迹歪斜而潦草。第10枚盘子不是打破的，是被偷走的。他知道谁偷的。我从未见过自己的笔记如此扭曲。6. 帆艇的线索。从记录返回东京后，我无法停止思考那行字。我开始查阅更多关于米乌夫的史料与研究文献。我发现，在某些较为冷门的版本中，确实存在一种说法，阿菊是被诬陷的。那枚遗失的盘子并非被打破，而是被人刻意藏匿，目的是为了将他驱逐出家门，甚至置他于死地。这个说法并未被主流版本收录，但零星的出现在一些地方志与民间口述记录中。我不知道阿菊为何要将这个信息传递给我，也许他只是想让真相被知道，也许在死亡与怨念之中，他仍然保留着一丝对清白的渴望。几周后，我前往东京交通区的帆町米乌夫遗址，据说是另一个版本的阿菊传说发生地。那里如今已经成为住宅区，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或纪念物。我站在一条普通的街道上，四周是公寓与便利店，完全看不出与怪谈有任何关联。但我带着名古屋一位灵媒建议我准备的物品，一枚白瓷盘子。我将那枚盘子轻轻放在路边的草丛中，没有打破它，只是安静的放着。然后我合掌，闭上眼睛，在心里对阿菊说了一句话：阿菊小姐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打破盘子的，我知道你被冤枉了，第10枚盘子不是你的错。风吹过街道，吹动了路旁的行道树，
一片叶子落在盘子上，轻轻盖住了它。我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什么，但从那天之后，我不再梦见阿菊。记录城的那口井，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是一处阴暗的角落。但当我回想那张照片中的脸，那段梦境中的记忆，那行威胁的字迹时，我心中浮现的不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淡淡的悲伤。阿菊数了一辈子的盘子，不是因为他舍不得那枚盘子，而是因为他希望有人知道，那不是他的错。但200年过去了，大多数人只记得打破盘子的女佣，而忘记了被陷害而死的阿菊。如果你有一天前往姬路城，经过那口被封闭的井，请不要只留下好可怕的感叹，请在心里对他说一句，阿菊小姐，我相信你。也许他会听见，也许那个夜复一夜的数数声会在某一天终于停在第10枚。晚安。